我的生活中每天都出现两种不同的声音，我都快崩溃了。我就是想吃个苹果，为什么他就不让你给我买？家里边有的是梨，他不去吃，为什么非要出去买苹果？这不是浪费吗？为什么你妈总是针对我？我做什么都不对，为什么我做什么她都不满意？你说你女朋友整天跟我作对，她不是故意是气我，不诚心的吗？如果你再唯唯诺诺下去的话，我没办法再跟你好了。你再跟你女朋友交往以后，你别用这个妈了。我看着确实有点傻，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？婆媳关系，还是一个母亲对未来有可能成为儿子、妻子的女人的一个态度？看的真是有点不太理解了。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浩25岁，来自黑龙江，个体户；女嘉宾小磊30岁，来自黑龙江，是一名护士。来，有请两位。欢迎两位，愿意把箱子里的秘密公开吗？不愿意。姐弟恋哈，不属于姐弟恋吗？大5岁嘛。我最开始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他多大年龄，他告诉我们俩同岁。怎么认识的两位？是一个朋友的饭局，之后他追的我追了很久，然后慢慢的我们俩就开始在一起了。一开始你以为他跟你一样大是吧？对他，当时我问他年龄多大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也是25岁。那是因为你强调你想找一个没谈过恋爱的女朋友，我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那时候我不也是被前女友骗过吗？所以我想找一个没谈过恋爱的女人。不，前女友骗你什么了？要找一个没谈过恋爱的女人？之前我谈过一个3年半的女朋友啊，我俩那时候处的都挺好的啊。完快到谈婚论嫁的时候，我往他家投资了不少钱，他们家是农村，又是买家具，又是重盖房，大概有40多万。完了之后，最后他跟他前男友跑了，这么所以你要求我一定找过一个没谈过恋爱的，内心比较纯洁一点的。之前我又不知道这个，都是事发以后了你才跟我说的呀。事发以后，你们什么事儿事发了？他妈总针对我，处处为难我。第一次他带我去他们家吃饭，我没想到我筷子还没等拿起来的时候，他妈就开始跟我讲上条件了，说你可以跟我儿子处对象，但是你不允许花我儿子1分钱。我第一次到你们家，整的好像我是来上你们家骗你儿子钱来了。那我妈不也是担心我吗？怕以后再找女朋友被骗吗？那你妈不能把你前女友的事全施加到我身上来呀。后来我不也是原谅你了吗？那你原谅我了，那你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所有的事你都告诉你妈呢？不是他做了什么你原谅他了？他之前跟我说嘛，没谈过恋爱，啊，结果有一次在他的微博下面发现有个男孩给他留言，完了我点开那男孩的头像，看见他们俩以前的合影，完挺亲密的。他告诉我没谈恋爱，结果我发现了他这个事欺骗我了啊。后来完了之后，我也跟我的妈妈说了，完了我妈妈就感觉这个女孩怎么说呢，就是不诚实，是这样。那我这不都是为了喜欢你，想和你在一起吗？那我们也原谅你了吗？这个事儿你原谅我了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告诉你妈呢？所以导致我第一次去你们家吃饭就那么尴尬呀。好，这事儿先过啊。你再给我举一个例子，他母亲怎么对你不好？就是我上一段时间做阑尾炎手术，当时我之前吧，钱包、身份证就全都丢了，然后当时所有费用全都是他花的，一共花了是5788.5块。哇，这么精细啊！因为我必须得记得真正一点啊。他妈是怎么对我的呢？我出院当天回到他们家的时候，我们俩刚走到屋里，他妈就把我们俩叫住了，把所有住院的票子全都摆着，拿着计算器一件一件的搁那记。大半夜的，你说你让我上哪儿去给你借钱？非得让我给他打个欠条。那我妈不也是害怕我被骗吗？然后你妈就说什么我又骗你钱了，又骗你什么了？我骗你什么了呀？他就总唯唯诺诺的。我和他妈一吵架的时候，他就和现在一样，就往这一站，什么也不说。哎，那你为什么要跟他妈吵架呢？他妈对我的态度始终都是那样，就是总是把他的前女友所有受过的气全都施加到我身上来。你这不是还没进门，你别说话不得了吗？那我不可能不说话呀！我还没嫁到你家，你妈就对我这样事儿，我要嫁到你家，你妈会对我什么样啊？今天听说你母亲也来了是吧？我的妈妈也来了。我们有请男方的母亲来，有请。您好。各位你们好啊，好，喜欢这姑娘吗？对于这个姑娘吧，喜不喜欢哈，这都无所谓。我儿子领回哪个姑娘都是我儿子媳妇儿，我不对人，我就觉得啥呢？对他的事儿，我是挺反对啊，所以说才能产生刚才就他们俩说的这些情况啊。那您跟我说说，为什么人家住院钱包什么都丢了，为什么非要连夜算账还钱呢？原因吧，这个事情还得从头说起。头一年我儿子处了一个对象啊，这个我们知道啊，这个方才你知道了吧？所以说就在这个基础上吧，哈，我就有点戒心了。
因为那时候卷走也是不少钱，也40多万不。是那钱是儿子的钱还是您的钱？我今天我就跟你说句实话，我是单亲之家，啊就我们娘俩。他在6、7岁的时候，我跟我爱人就离婚了。那时候有点积蓄，这个钱就在我手里边。后来之后呢，认识这个女孩之后吧，哈，是我也很喜欢的女孩。这个女孩不，就她的前友啊，在这3年多当中吧，这说实在的，她在我眼前待挺长时间。完了之后呢，我也是在她身上，也是付出了很多。1年说被蛇咬，我10年怕井绳了，我现在我就怕了，知不知道？你是没赶上好时候，我没赶上好时候，1分钱，我也不想花他儿子1分钱都不行，就连我吃个苹果都能骂我半宿。你说这不对，你要是我现在进了我家门了，别说你几个苹果几毛钱呢，我这家业可以全给你。这我说这实话吗？那你现在没进我家门呢，我家满屋可以就说是水果各种各样，你为什么不吃？晚间的叫我儿子。半夜你出去给我买2个苹果去，你不是强人所难吗？我让他买2个苹果又怎么了？再说本所以说，来我减肥，你也首知道。先一点，再另外，我对你最大的不满意，你欺骗。你欺骗我儿子，当时说你说你没处过恋爱，那我没谈过。我为什么说我儿子前边的时候说他跟女朋友结束之后，我就告诉我儿子了，儿子以后你再处对象，绝对不能再找就说谈过恋爱的，这样的女人城府太深，我儿子太单纯了，我还怕他再去受骗。今天我再做点这个，我也不怕别人笑话。儿子你就不争气，要拿妈妈看就这样式的，1分钱不花，要给我不要。哎呀妈呀，你看你咋说话呢？啊，我不管我咋说话，你就不争气。我跟你说，双方父母有见过面吗？没有。后来见过面了啊，后来上家找他妈去了。那就是之后的事儿了。我回来找他妈去了。不是你找他妈干嘛？他要领我儿子偷着跑啊！我为啥不找他妈去啊？说这都是那不是我愿意的吗？我跟他儿子分手了，因为他母亲，我就不跟他处了，不跟他在一起了。你别说了，我就直接我就跟大半夜的把我撵出去了，我给他撵走了。我儿子就贱，给他打电话，告诉说这啥呢？我又是媳妇儿啊啥呀？我离不开你怎么的了？完了回来了，俩人这个要跑，买了票要走，去哪儿？去说北京打工去，完了还得你说打工我不管，就你俩凭立去证，与我没有关系，1毛钱关系都没有。对，去干啥去？跟人合伙投资，又开什么火锅店，开什么店？不还得我儿子拿钱？你能在家掏1毛钱？好，大姐行了，这个投了店了吗？没有，没投，我们家走，被他妈发现了。看到这个，我就不让走。我不知道他儿子没跟他说去北京这件事儿啊。你去北京没跟母亲说？我不敢说啊，不敢说。那后来怎么就跟你母亲又扯上关系了呢？然后他妈就到我妈单位去作闹，说我骗他儿子色，骗他儿子钱。我骗你儿子什么了？我为你儿子付出那么多，你怎么就看不见呢？我为了他辞去工作，不顾家庭反对，我不还是想和你儿子在一起吗？你付不付出这是你自己的事情。首先一点，咱就说谈恋爱你欺骗了，在你的年龄段你欺骗了，我就不同意，这就是我观点。好，知道观点了，不希望他们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对。如果他们在一起，我话还这么说哈，就是啥呢？现在你们出去做买卖也好，投资也好，你不允许动我家1分钱。结了婚以后，就是我儿子，要是我不争气，硬要去跟他俩就组成这个家庭，我当妈的还得盼望我儿子啥呢？得这么说，看他幸福，看他高兴。因为啥？我带着孩子不容易，所以说最后我实在管不了你，你听好了，你俩硬要走，妈妈绝对不会阻拦的。但是有一点，从今以后，我也不是你妈，你不是我儿子。再想在我这拿1毛钱，儿子你记住，我也不会给你的。我问他几个问题，你现在自己能挣钱吗？能。你敢当着你妈的面跟他在一起手拉手吗？他不敢，他连过情人节连束玫瑰花都不敢，还得在微信里给我发1束玫瑰花，就当是做这么回事了。你说谁处对象有你这样事儿的吧？我也没办法。那对你表示的就不错了，说实在的。那还得偷着你呢，人在我眼前不让给你发的。我告诉你，你还想让你儿子娶媳妇儿？我不是说这个，还想让你儿子娶媳妇儿不？想啊，那我不能让我儿子后半辈打光棍啊。那你就现在就踏实安安静静一下，这节目全国很多人都在看。你要老这么一喊你，谁敢嫁你儿子？就你这样。哎呀，你可错了。事实上来说，我是最善解人意一个人，哎呦，知道吧？哎呦妈呀！这我一点不说谎，因为什么呢？他有错在先，知不知道？大姐，我就喜欢你性格。对呀。其实我理解就是，姑娘也不知道你儿子以前被伤害了，所以在谈恋爱的时候，因为他们现在年轻人谈恋爱，我也觉得有问题，动不动女生就搬到别人家去了。所以人男生，这们俩还没咋着呢，住上了，就跟我这么较真儿啊，就觉得我老人如何，所以说我就告诉我儿子，就跟他俩打分手，不要。哎呀，大姐，我跟你说句话，他找的女人就跟你像，倔，
事实上也不是倔，你知道吗？他还不倔心眼特多，你知道吗？专有我儿子呗。哎，我怎么对，专有你儿子？你总说我专有儿子。你怎么专有我儿子？你自己心里知道，你最清楚了。我清楚什么呀？哎，姑娘，媳妇儿别吵了，你是我不是你媳妇儿。这现在你看不看着？你现在还不等等咋的？没过门呢？你看就这个态度，行你想想将来我儿子都娶到家，他对我能啥样？你们说说。那都是之前因为你这样对我的。姑娘，你首先你得尊重我，你想跟我儿子在一起，说白一句话，你就给我打点好了，你叫我开心，怎么的才能行？对了，就你现在就这样，你就放弃吧。好了，行。所以我不跟你儿子在一起了。哎，不错，正打点我的心还要来找我呢。好。您的意思我能不能这么理解？就这姑娘，您是真不喜欢。刚才我说了，我不是对人，我是对他这个事儿，你知不知道？就我儿子哪怕领回今天瘸子拐子，他领回他看好了，我当妈不说。你说的啊？对呀，你说的啊？对呀，我这向来说话，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。好，只要是你儿子喜欢的，给你娶回家了，你都当儿媳妇看待。对呀，只要他幸福，你就快乐。对呀，真好，这妈妈太不容易，来给她鼓掌。这人家这就不理解我，就说我对他怎么刻薄了，你看不看见？我就看见了。那个您先休息一下，我给他们俩拆了。但愿吧，主持人。我要万一拆不了，你要是从背后你给他俩鼓掉，那只剩我跟你说，那不带黄的啊！我没信着你，行，我给他黄了。行，您先下去吧。来。儿子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说话你听住啊。好吧，你妈做什么买卖的？我妈在家开砖厂。哦，开砖厂的是吧？厉害。还想娶不？想。我俩其实感情挺好的，这就出现他和我妈的问题。那接下来应该怎么办？老师们看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任何一段以欺骗为开头的感情都没有办法得到祝福，除非欺骗人那一个人真心知道自己的过错在哪里，并且愿意真诚的道歉。可是姑娘身上你一点都没有，你明明知道他想要找一个没谈恋爱的人，这是你明知道的事实，可你还要告诉给他你是没有谈过恋爱的。你明明知道他想找一个跟他年龄相仿的，但是你明明比他大5岁，你却告诉给他我是跟你同龄的。这些都是你明知而为之的事情。如果站在理解妈妈的角度，她的确对你怀有戒备心，可你不但不能理解妈妈，你反而跟妈妈两个对着干。你明明犯了错误，你不去承认自己的错误，反而认为自己是理直气壮的。所以难怪妈妈会不喜欢你。如果你想要跟她在一起的话，应该让妈妈能够接受你。最好的做法就是你需要去跟妈妈做一个道歉。如果这一点你都做不了的话，你即便跟他真的结婚了，你也不会幸福的。今天你们俩到这儿来是男方要求女方复合是吧？是。你今天为什么来到这儿？我就是想把这件事说明白了，不是我勾引他儿子。好 ，OK， 我想问，那你今天来这儿，你想跟他复合吗？还不确定呢。什么样的情况下能让你跟他复合呢？得看他的表现，他怎么处理我和他妈之间的问题了。哦，要看他怎么表现。对啊。我这么说吧，如果说你们俩想复合，你也希望和他复合，你就好好的乖乖的把你们婆媳关系处理好，你们俩就能在一起。特别是你要放下你现在这种心态，好好的去把你婆婆哄开心了，你们家就能幸福。其他我不说了。我们仔细来描述一下刚才所上演的这一切，很显然就是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。这是战利品，一个没脑子的战利品。他的母亲是卫冕，你是挑战。首先我们来比较一下两位选手对战利品的态度。坦率的来说，对比之下，显然他的母亲比你要更爱他，这你承不承认？承认。你比如说他母亲在走之前说了一句话，不管怎么样，你毕竟是我儿子，领进家的你喜欢的媳妇儿，我不接受我也得接受，这是妈妈说的话吧？对。但你在今天台上所做的任何一切，其实都在让他为难。就你们俩吵的时候，他一直缩着个头在那儿。从这个对战利品的态度上来说，那个女人比你更爱他，这你必须承认。第二，你们两个女人都强悍，但是她妈妈比你要坦荡，她每一拳都打在明处，可你却尝试着使阴招。
你不要口口声声说我没有指使他去北京，但你明明知道这个不长脑子的家伙，你只要让他干什么，你不用明说，你只要有所示意，他就会去。而且你也明明知道他说给他妈妈听了，妈妈也不会允许。而且你明明知道他即便去了，那么你与他妈妈之间的战争便无休无止。但是他最后还是去了，你非但没有去劝阻他，其实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好的公关机会。你跟他说不要去北京，这样的话妈妈也会生气。涂老师，我说了，但是他还是去了，车票都是他自己去买，但说明你组织的不是很强烈。如果这个公关机会你抓好了，你就是把他拽到家里去，你说不管怎么样，我与你母亲之间不管有怎么样的矛盾，但是当下你去北京都是不合适的。我相信你们与他母亲之间的关系会得到很好的改善，但是你并没有这样去做。还有一点，你所指的所谓的善意的谎言，我们不认为是善意的谎言。你的瞒骗你的恋爱次数和所谓的年龄，从你的角度上来说是为了让他能接受你，是爱的谎言，但事实上这是很明显的一种故意的不坦白。如果当时我知道他前女友的事，我会告诉他我谈过恋爱，我多大年龄。你不能这样说，你不能说我知道你的过往我就不撒谎，我不知道你的过往我就撒谎，不可以这样的。我撒谎的目的很简单，我只是喜欢他，我想和他在一起，这也有错吗？所以说你到现在还认为这是善意的谎言是吗？对。那我问你，时至今日造成的这所有的结果是你预料到了没有？没有。对呀，不就是了吗？事实上这个谎言，我为什么说不是善意的谎言，是你从这个谎言当中获得了好处，而别人从这个谎言当中获得了不安全。你如果说了你的真实年龄，你认为他会追你吗？那我不清楚。你看说这话就没意思了，你明明知道你一旦把真相告诸于众的话，他根本不会追你。所以说有的时候和婆婆之间真诚一些，做一个有弹性的女人。我说句实在话，她妈妈一上来我就感觉其实这个老太太很容易搞定。包括赵川已经非常直白地诠释了这个母亲的潜台词，就是你要尊重我，你来了之后到我家是吧，你支持我的儿子出去买苹果，我的儿子这一辈子都没对我这么好，你从一个母亲的角度来想想，他会不会高兴？其次，你跑到我家来，一个女生轻易的住到一个男生家里面，你想想看，对方的母亲是否会尊重你？你是不是也失去了一份矜持？到最后，你被撵出家门了之后，你居然弄得他去了北京。那么从一个母亲的角度上来就说，你不光骗了我，你还明里杠我，暗里还整我，你说我能喜欢你吗？所以说告诉你现在3点事实。第一，他的母亲身体很好，至少还可以说活50年，所以如果你要战斗，这是当持久战。第二，这个家伙就是没脑子的，你在他就听你的，他在就听他妈的，你们俩都在不知道听谁的。第三，你爱不爱他？爱他。这3点既然成立，决定就是你要做一个有弹性的女人。其实你今天如果能够给他妈妈服个软，其实也不需要服软，真诚的道个歉，因为到现在为止你都没有道过歉，说我骗了你，真诚的道个歉，说我错了，我确实不应该骗他，我骗他确实是因为想跟他在一起，将来我会用我的实际行动告诉你，我不是那样的女生，你也不用那样的去提防我。希望这些话你能够听得进去，就这样。女生倒是有一个问题，真的好好想想，如果说你去了北京，他也跟你来了，你当时就是自己投了10万块钱，没要他那20万，可能妈妈的看法又会改变。就是你做的很多事儿，我相信出发点不是那样的，但是你做的所有事情，因为根基的不牢，就导致了一种不信任，这个不信任很难补偿回来的。从我这个角度，其他的不说，就冲你跟他母亲那么喊，记住，不管他有理没理，就这么喊，这么去爆发，这个女人要考虑了。为什么？她对老人基本尊重都没有。哎，分手了会给他妈道个歉吧？我不知道。哎，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吧，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。老婆，其实有些时候
我妈毕竟是我的长辈嘛，养我这么大的人，你也尊重一些，有些事情你也让一些。你有些的事情你要不是不那么跟他犟，不那么跟他顶嘴，咱们也没这么多事情。我妈不也说了吗？如果说咱们俩结婚以后，有些事情也不是像现在这样的。你自己也知道，我不是从一开始每一件事我就和你妈顶嘴犟，是你妈一次一次逼着我跟她张嘴，开始一起在一块吵架，你都看见了。再怎么样，他也是咱们俩之间的问题也不是像他们所有人想的那样，只有你心里最清楚。但是毕竟怎么样，他也是我的长辈，他也是我的妈妈，不管如何，他对与错，在咱们这都是对的。也希望你以后咱们俩一起尊重我的妈妈，好吗？哎，交换箱子吧。请关门啊！接下来，我们来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。5、4、3、2。博龙暴龙眼镜提醒您，精彩节目马上开始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嘿嘿嘿嘿嘿。就是爱你，爱着你，有悲有喜，有你也平淡也有了意义。就是爱你，爱着你，别哭啊！那种感觉就是你。站中间吧。老太太，大姐，你们家户口本丢嘞。媳妇儿，这是我的户口本，只要你愿意，我马上就结婚。这拿我看是不是我家的？没有这个没关系。不是嘉宾交看一下，不是嘉宾交给我的，我不能看一下，那不行。那你怎么支持我家户口本呢？反正你打开看看，你看一下，我不拿，你看一下，你看点谁的名？干啥吗？儿子，你头发了。你干啥吧？我这个，我这交给你啊，你拿的。我们得讲这个，就是电视台不能那个。你还不说话？你还不说话？快道歉！你别说话，你说呀。阿姨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不应该每一次都和你吵架。小磊，你不用再往下说啥，什么都不要再去说了。既然我儿子把户口本给我拿出来，今天嘛就到此结束吧。我也祝福你俩。就说是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也不是说是没看起你这个人，但是我已经都首先声明了，我对你的事儿我实在是不满意，你知不知道？就说你对我儿子说大几岁，这都无所谓。我当婆婆的，我能活几年，必定得死到你们前头。所以说今天我儿子你能把户口本给妈妈拿出来，你是太伟大了，你比妈妈棒。在座的哈，还有我们主持人，还有这几位就是老师都在场。我祝福你俩，做母亲的没有一个说不想盼到说这儿子好。我祝愿你们俩就是以后能白头偕老，但是就是以后不论走到哪一步，你们遇着什么样的事情，首先一点别把妈妈放在首位，因为什么呢？就说是遇着好多事情的时候，我想我比你们也是能想的能周全一些。你们不用就是说善意的谎言也好，是实心实意想骗我也好，我觉得在我面前你都没必要。我毕竟是你们的妈妈，所以说我还是那句话，我带我儿子这么大不容易。小磊，我就是说以后把他后半生托付给予你。但是就是说你方才你跟我就是道歉了，是你真心诚意的也好，还是你不是真心诚意的也好，当众人面，妈妈不能不给这个面子。以后怎么做，这是你的问题。将来你们还要阿姨，我真错了，我现在想以后你们还得生儿育女，就说将来就是你儿女对你们能啥样，到那时候你为人母的时候，你会明白的。
我现在我什么都不说了，儿子，今天你要不把妈妈这户口本偷出来，说今天能带到这个现场，我告诉你，妈妈绝对不会答应的。既然你已经这么选择了，将来就是不管走到哪一步的时候，儿子你记住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，与妈妈一毛钱关系都没有。行了，主持人，我什么都我再没有话可说了。既然已经这样了，我今天呢，我还是说感谢你主持人和这些几位老师和在座这些朋友啊。谢谢妈妈。就是不管怎么地吧，我还是妈妈好棒啊，妈妈好伟大。天下的父母哈，都是一样的心情，我不必要再说别的了。谢谢妈妈，明白明白。儿子，谢谢你。儿子，过来跪着。儿子，妈妈祝福你好，知道吗？给妈跪了。别说儿子，真的，你随着妈妈就带你这么大。好了，行了，起来吧，妈妈祝福你俩，说来。我说妈妈祝福你俩，以后你俩哈说你把这就是以后能白头偕老。妈妈你别的要求没有，就是钱的财妈妈都不去，都看着都不重，你也知道。关键就是以后你俩能好，妈妈就给你拉扯这那为的是什么？就为你以后，哎，说这你能好，能够幸福，能够快乐，能够健康可成长，这就是妈妈最大的心愿。两个人好好的对老太太吧。你确实是你很伟大，这说实在，你把户口给妈妈拿出来了，你赢了，儿子。行了，大姐啊。主持人，不管怎么说，他俩今天有今天说能走到一起啊，两个孩子从内心还得感激你们。不啊，他们俩走到一起。你们今天说如果说是没有，就是在场还有几位老师，他们刚才我在后面我听说出这些话，就偷户口，我也不一定说就那么就这么就答应他们了。最后感谢的还是母爱，谢谢母亲哈，来，谢谢，请回，大家请回。哎，好了，我们谢谢天下的母亲吧。这个世界只有一场战争，你是永远输不了的，这就是跟父母的战争。赢了，我们还能说什么？好好的相爱呗，好好的带父母呗，能行吗？你必须的。你呢？我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和他妈妈吵架了。能好好带老太太吗？我会。希望你们能幸福，别辜负了老太太啊！感谢暴龙眼睛为牵手嘉宾提供的牵手大奖，成功复合的情侣将获得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提供的500到3000元不等的旅游代金券。你们自己来喊开始和停，来，两位开始，停。有请小花童，来，有请。选择幸福，选择亚塞荷兰盼盼，盼盼到家，安居乐业。谢谢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他们的浪漫时刻吧。老婆，户口本也拿来了，完了之后咱们下台，咱们俩回来登记，完你嫁给我吧，好吗？老公，我答应你，我以后会和你一起好好照顾妈妈，我不会和她再吵架的。老婆，你嫁给我吧，好不好？嫁给我。好啊。谢谢啊。咱们俩下台，咱们俩回家结婚啊，登记结婚啊。不哭了，哭了不漂亮了。其实我觉得你应该现场把户口本还给母亲，即便是要结，你要去办证，你应该自己再问母亲要，你应该还给母亲。妈妈，儿子把户口本还你，完了之后等下台回家了之后，你再给我，完了我跟我媳妇登记去。现在妈妈一起走呗，一起过去呗。你以后都是3个人一起走吗？来，不哭了啊。